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刚从发廊出来，剪了个发，单剪啊，没有洗也没有吹，直接单剪，花了18欧元，是我家附近能找到最便宜的一家发廊了。刚才我路过另外一家，是20欧元，加上1欧元小费，那就是21。我的18欧元折合人民币呢，大概是145块钱，那个21欧元的大概是170块钱，也就是说，我这样今天就节约了25元人民币。你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18欧元，也就是145元人民币的这个发型怎么样？大概他花了10分钟左右去剪，结果就这样。好，刚才我花了18欧元去剪个发，现在戴着这个 AI 眼镜，也就智能眼镜上街。等一下呢，我想去超市去买点东西。这个人估计呢是骗钱的，所以我不理他。目不斜视啊，像这样的吉普赛人在德国不少。大家看看，这是上午吧，大概11点多，我看多少了？11点18分。这德国科隆这里的市中心吧，已经有人开始呢在吃东西了，吃一个什么沙拉，你看，吃青草。德国还是比较喜欢骑自行车的，这个你看是电动的啊，有电池的。这个是踏板车，然后这个是丰田的，是出租车。这个车呢应该是那个运钱的吧，运钞车。好，等一下呢我就往超市走，因为等一下我想买那个巧克力酱。这个礼拜有半价，所以看看是不是骗人的啊？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1-2瓶在那里，就说特价了，然后呢骗着你去，然后你随便，或者说你就已经到了那里就买其他东西呗。这是很多商家的这种伎俩。今天看看我去的话有没有那个运气啊？这个人拿着几个口袋。前面这里呢是一家那种，哎，你看这德国人环保哦。其实这个车里面可以带人，也可以呢放货，最多可以放2个小孩进去。这是德国6合彩的，有4100万欧元。哎，这里还有个亚洲人呢，在那里拍香烟的广告。你看这里，这车好多啊，这种环保车，就是我说的，既可以放人，也可以放货进去，这个也是。回头看看，然后这个也是可以放货的，然后这里还可以放货，一个拖斗一样。现在我就进这家超市去看看啊，有特价，看看有没有人发现呢？我在用眼镜拍。啊，haben Sie zu? Ja, erst in 45 Minuten wieder. 啊 ，OK， 关门不让我进去，那就走吧。哎，不知为什么，懒得问他。刚才说那个他们店关门了，要45分钟之后才能进去。那个工作人员应该是土耳其人，看他的长相不是德国人。啊，那今天我的计划也被打乱了，然后看看吧。这是德国科隆市最繁华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商业区嘛，很多的店铺。看看这里什么价格？这样一株12.5欧元、9.5欧元、8.5欧元、6.5欧元，这玫瑰花一小瓶，也就是大概是从100块到60块左右这个价格，一瓶这个绿色植物。好，这里呢又这种栏杆拦着有施工的地方，在德国一般施工它好几个月，像这样小的谁知道呀？
我得看看左右有没有车过啊。而且我戴着这个 AI 眼镜，要转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那等一下我就进另外一家超市呢，去看看吧，买点东西回家。这里也是围着。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可拍的。趁着这机会，我说说吧。今天凌晨的时候，我不是上传了那个30年后我做出了重大决定，就是申请恢复中国国籍。有一点呢，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啊。很多人认为，你恢复中国国籍了，那你在德国那些所谓的福利呢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也说明了啊，我唯一的损失呢就是投票权没有了。我当时说的时候是有点调侃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稀罕那个什么投票权，选谁对吧？选哪个政党当德国总理或者是执政，对我来说应该是几乎没有影响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失望，所以现在我连投票都不想去了。在德国呢，没有投票的义务，你可以去投票，但是没有人强迫你，你可以弃权，相当于弃权。你看这个人在这大妈在干嘛？在冥想吗？思考人生吗？你看人家坐在那里也挺可怜的。那墙上也坐着一个人，可能也是在相当于乞讨的吧。然后呢，我其他的所谓的社保是不会丢的，比如说我原来在德国交了10多年的养老保险，这个是属于我名下的啊。即使我加入了中国国籍，没有德国国籍了，还是属于我的，今后我还是可以领的。只不过呢，我自己只交了10多年，大概15年左右，所以按照现在的计算啊，到我退休那天67岁。我每个月可以领大概650块钱，650啊，可能连房租够房租的一半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光靠这个650欧元，在德国是绝对活不下去的，真的活不下去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进入。其他的其实都没有改变，我就是失去了投票权。然后呢，在德国你们可能不知道啊，退休人员要自己从你的所谓的退休金当中拿钱出来，再买那个不是养老保险，医疗保险。还有呢，要买还有要交税，就是你的收入超过一个线，比如说好像是超过1200欧元一个月，那就要交税了。对不起呀，你们没听错，在德国你的养老保险还要交税，还要另外自己买医疗保险。所以在德国，如果你是拿法定的养老金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穷的。好的，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吧，看看今天可以买什么。因为它这个视频是9分钟一次，所以会中途可能会断。这个车不用硬币吗？那我就直接进了啊。因为现在差不多中午了，所以人特别多。看这里的水果。现在在德国，这种袋也要收费了，像这种包装的袋，以前不用的，现在需要了。蓝莓2.79，多少是100克吧？我看看，我不是2点，这不是，这是下面的。朋友们啊，西瓜，这里1公斤啊，西瓜是2欧元，如果你是会员1.79。2欧元1公斤，相当于人民币8块多钱一斤啊，8块多一斤。西瓜，中国西瓜卖不掉，这里要8块多一斤，
所以相当于中国那边的20倍左右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的，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可买的。买2个黄瓜吧，我家里还有，那我再买2个，买2个那个零的，一公斤2.5块，相当于人民币10块多1斤吧。这个黄瓜，买3根算了，3根小的。等一下看看称多少钱，因为它那个包装袋也要另外付钱了，所以我就这样直接用这个散装的苹果。我看看苹果这个星期是特价，那我要几个吧，我也不用它的那个包装袋，直接这样拿。Pink Lady， 所以呢多拿2个吧。那5、6个，这个2欧元1公斤，也是比上个礼拜便宜。但是，刚才说的是什么？这种你看3.591公斤，所以这苹果的价格其实相差挺大的。那种2.6，但是刚才 Pink Lady 原来是4欧元的，这个里边呢比较便宜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买1包这个美国的吐司吧，这里是说美国不是法国。美国吐司饼，这里价格呢，我估计呢是1.09块，我估计啊是1.09块，要1个。然后还要有什么的？我看平时我们肉吃的比较少，不太喜欢吃肉。有个鱼，是不是也买个肉啊？好久没有做意大利面条了。我再看看肉这里，看着都没有食欲，这种肉还是国内菜市场那种比较好。真的包装好的我就觉得没食欲。像这个牛肉1公斤27欧元，算贵的了。这个三文鱼要，我主要是看公斤啊，公斤是19欧元三文鱼。这个呢，我看看。也是20欧元，这个三文鱼。总体来说，现在肉类要比原来贵多了。像这肉末，1公斤都要15欧元了。我觉得相当于原来的双倍那么贵，相当于5、6年前双倍那么贵。这个甜食一般我都不会碰，现在要减肥啊，不敢碰。甜食喜欢吃，但是不敢。默默地走过吧。我家这个蜂蜜没多少了。买个蜂蜜吧，蜂蜜好像也有促销的，这个礼拜。舒迪公 ，Peter， 他让我走开，因为这太窄了。然后我又进来，这个2块4毛9，有没有假呀？我觉得这价格有点离谱，还是买贵一点的吧，5块多的我觉得好一点。太便宜的不敢买啊，那就买这个5块3毛9，最贵的这里，最贵的。好了，
你看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今天就没有计划要买什么的了。再往前，手电工。想买个亚洲的蔬菜，看看亚洲蔬菜，像这个亚洲蔬菜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冷冻的。好，今天采购就完毕了。看看有没有冰激凌，冰激凌也不健康哦。冰激凌，不买，不能买，坚决不能买。好了，咱们去付款吧。现在买好之后呢，又要装进我的背包来。大家猜我今天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？花了一共19欧元。我要把它放好。有的时候他会盘问，因为有自助付款的，有的人可能他没有付，然后他就想出来了，或者少付了。好，买完了就出来了。现在是11点45分。这就是这家 Lidl， 德国廉价的超市。说来说去啊，我觉得在网上有些吹西方的人啊，总是说你看西方的物价多便宜，他总是拍那些廉价超市最便宜的那些东西。然后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在西方国家，其实他们食品占收入相对来说比例是很小的。那么如果你光拍食品，就是说人家物价很低很低，那是片面的啊。其实大头呢是在别的地方，比如说房租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出行啊等等。比如说刚才我说的，我就去单剪一下这头发，10分钟左右，就花了120欧元，对吧？人民币100多块钱。我得赶快一点，那里绿灯了，坐地铁回家算了。所以赶在它变红之前过去。就是说，那些人他光拍超市低物价的人，他其实忘记了或者故意呢不说那些大头的开支，房租啊、出行啊、保险啊、上馆子啊等等。上次馆子大概一个人目前德国的消费是25到30欧元左右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他们这里的平均税后的收入，有工作的人啊是2500左右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在德国坐一次这个公交3.7欧元，3.7乘以8.4左右吧，现在大概是人民币是多少钱了？差不多30块钱了，对吧？真的差不多30块人民币了，好贵啊！坐公交车没办法呀。有的人说国外收入的时候总喜欢兑换成人民币，然后说开支的时候呢，总喜欢用当地的货币。哎呦，太久了，还要9分钟才来，太久了吧？那我还是走路回家算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最高气温可能20多度，所以非常的凉爽。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啊，
我看右边有没有车来，没有我才过去。那个人闯红灯了，那个也闯红灯。你看，德国并不是每个人呢都那么遵守交通规则。现在绿灯过，这个地方是卫生局，有门卫的啊。左边画了线，这个地方呢它是自行车过的，有的时候自行车它非常的快，所以有些危险。大家看，卫生局这里的墙角都是玻璃碎片。我记得在网上看到有的德吹说，在德国那个玻璃啊，都是有法律规定不能随便怎么样的。然后呢，德国人非常遵守这个规则，会把玻璃把它小心处理好。但你们看，刚才那就是玻璃哦，非常危险，在街头很容易划伤人。好，这就是地铁，目前这一段是在地上走的。自行车大部分呢都是人力的，电动的比较少。你看大家看到没有，在德国几乎没有像国内那种电动的摩托车或是电驴，在德国是几乎没有的。我只能说几乎，概率呢有点相当于中6合彩差不多吧，极少。人家骑自行车都是人力车，现在因为他们认为比较环保。另一个呢，是因为这边几乎没有电动的电驴，有的话就是天价，一般可能要2000欧元左右吧，看你的配置。2000欧元左右，那就是16000块人民币左右了。一架这种国内相当于2000多到3000块人民币左右那种叫什么电驴，在这边要1万多。像这种脚踏车、踏板车，在德国买大概要600欧元左右吧，也就是差不多5000块人民币。我觉得两国的那个物价水平是相差挺大的。街上大家看看街上开的车吧，几乎没有电动车，当然几乎没有中国的。比亚迪在德国卖的也不太好，反而是在比如说比利时啊、西班牙啊、英国这种国家卖的更好。因为德国人啊，一个是因为德国媒体的宣传，把中国电动车宣传成为啊，一个是质量差，另外一个呢，他们现在有专家说，电动车其实不环保，因为呢，生产电动车的整个过程其实呢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。另外呢，对环境的污染又产生很大的坏的影响。你看，德国人他竞争不过的时候，就说电动车不环保了，对吧？如果他电动车比中国更好，那他肯定说啊，都开电动车吧，就这样双标。